刘大人说，桃花镇的收容点被一批正在发配的囚犯给烧了，没想到他们烧的不只是收容点，这镇子上的房屋都被糟蹋的不成样子了。那收容点的病人是烧死了，也是跑出去了，大叔他们又在哪里？我们还是先找人问问大哥那里。你放心，他之前可是经常带人出去剿匪的，那些囚犯收拾起来还不是很容易。现在麻烦的是收容点的病，如果是逃出去了，也不知道会让多少人染病呢。这可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去找大叔。看着街道两边破破烂烂、荒凉的样子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镇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们跟着大爷来送药材时，桃花镇的收容点已经被之前要流放的一批囚犯给控制了。原本押送他们的衙役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发现我们到来，他们鼓动收容点的病人四下逃窜，有不少人已经逃出了镇子。那些病重不能动的也被烧死了。大爷将那些囚犯一一抓回来之后，只可惜整个镇子被四下逃窜的人和那些囚犯给弄得破破烂烂。那些闹事的囚犯呢？大叔是怎么处理的？绑在镇子外面呢，不让他们吃喝，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是可怜那几个衙役之前是染了病，居然被那些人给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。王虎想起负责押送那些囚犯的几个衙役，心里就是一阵惋惜。同样都是染了疫病，他们怎么就没有那几个囚犯恢复得快呢？反被人制住，受了这么一番折磨。顺着王虎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镇外高高的牌楼上面绑着7、8个披头散发的人，那些人身上衣衫褴褛，还渗出许多血迹，应该是遭受了一番鞭打。丰年这会儿正在指挥着众人熬药。大叔！蓝草远远地冲着丰年挥手：“丫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不等蓝草回答，他身下的大白一边跑一边叫起来。紧接着，收容点的后面就冲出来一只羊，他颠颠地跑得极为欢快，正是之前跟着丰年出来放风的小白。大叔，你怎么离开好几天都不回去？我和小叔好担心你，只好来找大叔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不就被一些事情耽搁了吗？还打算在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就回去呢。既然你们来了，就先安顿下来。只是镇上找不出几间像样的房子，你们还得住马车。丰年对于丰盛和蓝草的到来倒是没怎么意外，他还是很了解这两个孩子的秉性的，都是闲不住的。他之前就想过，只要自己过了之前说好的时间没回去，两人一定会找过来的。只要跟大叔在一起，住马车我也愿意。蓝草这段时间一直住在马车已经习惯了，他只要晚上带着大白小白，其他人就不会在意自己是一个人。他关好马车之后，就可以进空间里睡觉了，美滋滋。你个小机灵鬼！丰年被蓝草逗得哈哈笑。一时间，丰年这边已经成了收容点附近最热闹的地方了。几乎所有人都好奇地把目光投到了这边，究竟是什么人能让已经阴沉了好几天的丰副将笑得这么开怀？远处被绑在牌坊下面的几个奄奄一息的囚犯，这会儿也听到了说笑的声音，费力地睁开眼睛：“爹，救救儿子吧，让我喝一口水吧！”忽然，那些囚犯中的一人发出嘶哑的求救声。那人在喊什么？谁是他爹？丰盛有些疑惑地环顾四周，倒是丰年有些隐晦地看了一眼正乐呵呵四下张望的郭大爷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把马车停好，然后你们就要去收容点帮忙干活。自从上次镇子上的收容点出事了之后，这里已经没剩下多少人了。爹，求你给我一口水吧，儿子要被渴死了。”那个嘶哑的男声再次响起：“田里那些没人性的东西，渴死也是活该。走，现在你们安顿好再说。”现在丰年身边所有人提起那些闹事的囚犯，恨不得活刮了他们。自家2位小主子辛辛苦苦奔跑在各地救人，小小的桃花镇却因为这些囚犯的自私，使得10多名染了疫病的人逃了出去，烧死了20多名重病之人，毁了一个收容点，更是毁了镇上许多家铺子和房屋里的东西。爹，我是大壮啊，爹！直到这时，人群里的郭大爷才回过神来，停下了脚步。他有些疑惑地回头看向那些已经看不出原样的囚犯。爹，是我呀，大壮，快给我送水来，我要渴死了！郭四将，你真的要看着我去死吗？才刚刚跟着众人走了没2步的郭大爷，听到那人直接喊出自己的名字，郭大爷已经确定被绑着的那人正是自己曾经的养子郭大壮。没想到他在流放的路上还不老实，闹出这么多事情来，又害死了那么多人。爹，快让我喝口水，你带水了没有？被绑着的郭大壮见到自己终于被认出来了，兴奋地讨水喝。郭大爷快步走到一众囚犯跟前：“爹，快些，水呢？”郭大壮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郭大爷的双手，直到郭大爷走到身前2步远，手里依旧空空如也，就那么站在那里，将郭大壮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，这才确认眼前这个衣衫褴褛、皮开肉绽的男人确实是自己以前的养子。只不过郭大爷这会儿心里一点都不心疼对方。“哎呦，是你啊，认错人了吧？我郭四海什么时候是你爹了？当年养着你的时候，因为
见你这么喊过呀！这次是缺钱了，还是缺吃的了？叫得这么亲热。爹，求你了，快点给儿子弄点水吧，儿子要渴死了。郭大壮虽然不满眼前这老头这样阴阳怪气的说话，但是这会儿形势逼人，他还得多说些好话才行。你终于把自己送到死路上了，害死那么多人，给官府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你还想喝水？哼，渴着吧。旁边的李老二对旁边的老头都有些刮目相看。没发现呢，这老头的嘴还挺损。爹！郭大壮被气得不行，如果不是快要被渴死了，他才懒得看那死老头一眼呢。别，你可别叫爹，会折寿的。我怕被你害死的那些人半夜找我，咱俩只是不巧都姓郭而已。你也别喊了，还得省点口水，解解渴。郭大爷说完话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他的心里还真是五味杂陈。当初刚刚养郭大壮的时候，也是掏心掏肺对他好，只可惜这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不管你对他怎么好，他都不会有哪怕一丝感激。原以为之前在县城的时候，两人的缘分就已经断了，只是没想到在这么远的万县还能碰到那个逆子。爹，儿子错了，儿子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帮我讨一碗水吧。爹，郭思江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个老不死的，就这样眼睁的看着我去死吧！身后的郭大壮还在不死心的呼喊，郭大爷始终没有回头。对于这个曾经的养子，自己是问心无愧，只可惜始终没有将他的性子给掰过来。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在那小子死后给他收尸了。郭大爷的精神肉眼可见的颓废下去，整个人都沉默了许多。被郭大壮他们快折磨死的几个衙役还昏迷不醒。老虎，你跟我们说说这桃花镇发生的具体的事情吧。是呀，具体是个什么情形？整个镇子都没有几处好院子了。这次的事情主要是那些个囚犯跟镇上的一些混混联合起来了，先是趁着那些衙役染了病，拿他们没办法，这才抢了他们的佩刀，占了上风。后来他们在镇子上耀武扬威，抢了不少好东西，也毁了不少人家，同时还吸纳了不少半大小子跟着他们闹事儿。那些人以前都是招人嫌的，这次好不容易得势，那下起手来可没什么轻重，遇到百姓反抗，直接断胳膊断腿，甚至还杀了一些人。镇上不是有里长吗？他不管吗？而且桃花镇离县城那么近，怎么就没人过去报信？难不成里长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人这样闹事儿？里长年龄大了，老早就染了疫病没了，偏偏他走得急，还没等新任里长上任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。而且想要去县城搬救兵的人，一经发现，全都被杀了。那些囚犯和混混赖子们一朝尝到甜头，哪里肯轻易屈服？这不是一个里长能解决的事儿。我们过来的时候，整个镇子都被霍霍得不成样子，镇子上所有人家都被他们光顾了一遍，那些能跑的早就拖家带口逃了，而且作乱的那些人也有几个逃了，真是造孽呀！那帮人直接杀头，真是便宜了他们，就该千刀万剐了他们才是。小叔，你说那个是不是白鹰哥？然后开始在自己随身的小布包里翻翻找找，一包肉干，一包点心，一竹筒水，这些都给白鹰哥送去。丰盛一脸黑线，看着兰草将一小包一小包的吃食从布包里拿出来，他就觉得奇怪的很。小丫头那个布包里怎么能装那么多东西？我以后是不是要随身准备一个布包？白鹰哥，小丫头一边喊一边朝着棚子里挥舞着手臂，这一声声甜甜的喊叫，刚刚结束记录的齐白鹰正在低头听师伯说话。找你的。白鹰哥，风少，小兰草，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齐白鹰的声音里无比激动，不过还是在两人的1丈之外停下了脚步。自己整天在草棚里跟那些病人接触，还是不要靠近2个孩子的好。白鹰哥，我们总算见到你了，你怎么瘦了那么多，眼睛也红红的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齐大哥，好久不见。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们，见到你们都好好的，我很开心。齐白鹰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白鹰哥，我们离开县城的时候收到了齐大叔最新的消息，他和平安在县城都好好的。兰草以为他在担心亲爹，便第一时间就把齐大夫的近况告诉了他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草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齐大哥先吃点吧。丰盛瞥见齐白鹰的眼睛有些湿润，连忙打岔。兰草赶紧把已经准备好的小包裹朝着齐白鹰扔了过去。白鹰哥，你先喝点水，那边有肉干有点心。我一会儿洗过手再吃，谢谢你们。自从桃花镇出了事之后，已经好久没吃好了，还是冯大叔来了之后才改善一些。是不是镇上的吃食都被那些人霍霍光了？丰盛想到那家家户户一片狼藉的样子，对于之前闹事的人又多了一些恨。能活下来已经是看在我和师伯师兄是大夫的份上了。齐白鹰的语气很是失落，最初收容点的许多人都死在那场大火中。白鹰哥不要担心，我大叔来了这里之后，以后的事情会越来越好的，保管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兰草拍拍自己的小胸脯，这事儿就算是大叔做不到，自己也是能提供一些粮食蔬菜的。行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这就靠你们了。不过记住了，在桃花镇可不许乱跑，
谁知道这暗地里还有没有那些丧心病狂的人存在？那县城那边会带粮食过来吗？如果官府不能解决，我倒是可以借用爷爷的名义，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些。应该会吧，不过应该不会太多。丰年这几天一直在头疼这个粮食的问题，县城那边也不知道会送过来多少。兰草见不得丰年那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连忙凑到他跟前，将他的胳膊往下拉了拉。什么事儿啊，小丫头？大叔不用担心，如果县城那边送不来粮食，我让爷爷给送一些，爷爷很厉害的。丰年的眼睛猛地一亮，他还没有忘记之前在府城的时候那几车药材的来历。真的？那当然。丰年一下子就被兰草的话给安慰到了。如果明天县城来的人没有带粮食，再让这小丫头跟他爷爷联系。旁边的丰盛只听到小丫头说什么粮食，大哥立马就换了一张笑脸。他的心里虽然奇怪，但是并没有打算问什么。想让自己知道的时候，大哥自然会告诉自己的。总之，对于大哥来说，不是坏事就对了。丰年才发现丰盛也在身边，只是关于小丫头的爷爷，他自己也没见过，只感觉很神秘。这会儿还真不好跟丰盛说什么。我也说不清楚，以后再跟你细说吧。没事儿，大哥，我知道不是坏事，这样就够了。小丫头刚刚说的一定是好事，这就够了。好，不愧是亲兄弟。哎呀，怎么一个不注意，这丫头就跳到这墙头上了？你爬墙头干什么呀？我看白鹰哥吃完饭了没有，找他聊会儿天，这都多久没见了，想了解一下他这段时间的生活，等咱们回了县城见到齐大叔也能说说不是。兰草可没忘记，齐大夫之所以跟着自己来府城，为的就是看望齐白鹰。没错，齐大夫还让我们带了信呢。轻轻一跳，直接就坐到了兰草的身旁。对，我就是要给白鹰哥送信的。兰草连忙在随身的布包里翻找起来。你俩也可以明天找时间给他。白鹰这段时间很累的，那眼睛那脸色，那竹竿一样瘦的身体，回头让刘婶多做些好吃的给他们。刚刚吃完饭的齐白鹰在屋子里隐约听到了几人的谈话，便起身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嘿，你俩怎么上墙头上了？说的什么信啊？那齐大叔当时听说万县有瘟疫，便带着平安哥改道往万县来，当时让我们带一封信给你，谁知道我们到了府城之后，才发现你也来万县了。兰草说着，从随身的布包里翻出一封信来。谢谢你们，扔过来吧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棚子里，就不往你们跟前凑了。白鹰哥，你看你都瘦了，齐大叔见了肯定心疼。刘婶这几天都会做好吃的，到时候给你送去。好，哥哥以后就靠你和丰盛接济了。齐白鹰也没有矫情，直接笑着应下。墙头上的两人也注意到了他脸色极其不好，有些白得不像话。大哥，明天县城真的会派大夫过来吗？是呀，白鹰哥这脸色很不好。这事儿我已经跟刘大夫去过信了，他会派人过来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丰年又怎么会不知道齐白鹰几人在桃花镇的辛苦，因此一早就向那边讨要大夫过来，明天一早就会过来。那就好，我看齐大哥不能再去草棚那边了，该好好休息才行。丰盛虽然跟齐白鹰不算熟，但是他在内心深处是佩服齐家父子的，当然不愿意看到齐白鹰在这里出什么事。白鹰哥这几天喝药了没有？一直在草棚那里可不安全。之前就染上病了，不过已经喝过药好了，可能这段时间有些累，所以脸色不太好。呀，是这样呀，那白鹰哥可得照顾好自己，多喝些水。兰草有些担心，不知道我之前给他那竹筒里的水喝了没有？喝着呢，每天都要喝很多水，还有你之前给我的也喝了，这会儿感觉身体已经好很多了，你们不要担心。齐白鹰自从喝过那个竹筒里的水之后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，不像师伯和师兄吃过饭就已经不想动了。好了，快让你白鹰哥回去休息，这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了。奇怪了，这齐白鹰咋就这么讨小娃喜欢？以前丰收在的时候也是喜欢跟着他玩，现在又是兰草和丰盛。在丰年的干涉下，兰草和丰盛跟齐白鹰道别之后，就从墙头跳了下来。这次我们一共来了4个大夫，照顾桃花镇这些病人完全可以，你们3个全都休息，不准再去草棚那边了。齐大叔，我好想你。齐大夫，你来了。哟，你俩怎么上墙了？真是越来越调皮了，快下来。呸！兰草不等齐大夫伸手来抱他，自己从墙上跳了下来，丰盛也紧跟其后。哎呀，小草你倒是慢些呀，齐大叔这次来了又不会走，急什么？还有你丰盛也不拦着些，你这小丫头，那么高的墙怎么说跳就跳啊？啊，摔断了腿可怎么办？还有你这小子，那丫头指定是跟你学的。哎呀，小娃娃呀，现在可不敢生病，生病了可是要遭大罪的。师兄不必担心他们，他俩啊可比你想象中的厉害多了。你们2个还是那么调皮，丰年也不说管管。你们2个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？齐大叔，自从咱们分开之后，我们的经历那叫一个精彩，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跟你说。兰草知道齐大夫刚刚跟齐白鹰团聚，他哪里好意思一五一十将自己的经历讲一遍。齐大夫，你和平安的身体怎么样啊？之前在县城一直想见你来着，结果你一直在城里，
这丫头天天念叨你们呢。你们放心吧，我和平安都好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好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如果不是蓝草事先给的药丸和药方，恐怕他和东家全都要交代在县城里。齐大哥和几位大夫这段时间都累坏了，你们父子刚刚团聚，我们这就不打扰了。齐大叔让白鹰哥和几位大夫好好休息哦，我们先回来。放心吧，真是个爱操心的小丫头。那两个小娃有些意思，你们之间关系很好吗？是啊，我以前把他们当子侄看，现在自己好像欠了那丫头天大的人情，还有救命之恩。你会欠一个小娃娃什么样的人情？快说说看。直接将药方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至于蓝草之前给他和平安的药丸，他是没打算再提起的。什么？那药方的源头竟然出自一个小丫头的手里？难怪封将军会带着他家的2个孩子来到疫区啊！那孩子有个很神秘而且很厉害的爷爷，他倒是没学过医，目前只认识草药。哎呀，我真的不偷跑，一会儿回去了就在咱们院子和树上待一会儿。这段时间一直好忙，都没有爬树了。蓝草转转眼珠子，他想试试一会儿在树梢或者屋顶能不能看到牌坊那边行刑的场面。不行，大哥说了，让你在屋子里做功课，不能出来。丰盛虽然没有见识过什么剐刑，但是想想那场面应该是非常血腥恐怖的，可不能让这丫头溜出去被吓到了。不要，我在屋里闷得慌，在树上就很开心。你别想了，今天我会一直看着你，不会让你有机会单独溜出去的。这件事是绝对不能答应的，要不然自己指定会挨揍。好吧，不出去就不出去，要不要再找机会从后窗溜出去？我回去吃饭，小叔先做功课吧。蓝草说完，直接冲进自己房间，然后还把门给关上了。嘿，这丫头的气性这么大，有大白在房门口守着，自己是怎么也进不去的，弄不好还会被大白追着满院子跑。小白，你在屋里守着，如果风声来后窗查看，你就喊你娘哦。小白答应得很痛快，他一个又一个跳跃，直接消失在了他院子外面。哎呀，牌坊那边的动静那么大，是不是要开始行刑啦？得快点过去。蓝草还看到郭大壮一群人已经被扒了衣裳，周围许多人正朝他们扔石头。打死你！砸死你！蓝草伸着脑袋往那边看去，只见从县城来的一位大人，他的手里还拿着什么。大周万岁！所有百姓全都激动地跪成一片，他们终于熬过了地狱般的那几天，等来了大周律法对这些人的宣判。百姓中有些人开始抽泣起来，然后是越来越多的百姓低头痛哭。屋顶上的蓝草这会儿心里也不好受，也跟着桃花镇的百姓开始掉起眼泪来。忽然绣着几片竹叶的手帕递到他的面前。哭什么？鼻涕都出来了，快擦擦。蓝草被忽然出现的帕子给吓得后退了一下，差点没坐稳，从屋顶上滚下去，最后还是被一双大手给拎着衣领给提了上来。有些熟悉，这么一个贵气十足又非常妖孽的男人，我之前肯定见过。啪！发什么呆呀？不认识了？哎呀，是你！蓝草一手捂着自己的脑袋，紧盯着对方的男人，他想起来了，这不是那个抢走山里供奉爷爷棚子的那个男人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想起来了。男人见蓝草认出自己了，原本想要再敲下去的扇子也收了回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可是疫区，会染病的。当然是和你一样来凑热闹了。男人一脸戏谑地看着远处牌坊下聚集的百姓。才不是，我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来送药材的。对，送药材的。蓝草绝对不承认自己是凑热闹的，他明明来到万县之后干了很多活的。你做得很好，及时将药方拿出来，老头的眼光不错呀。这已经是他第2次听到这个男人说什么老头了。等着吧，药方的事儿没有人能够摊得了你的功劳。你有没有想要的？想要的当然有想要的，不过我会自己去争取的。他不知道男人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并没有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。是个有志气的。行，想要的自己去争取吧。那老头选中的孩子果然是个不错的。大哥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很厉害吗？我想要什么你都能办？男人脸上的笑僵了一下。我当然厉害，整个大周朝就没有几个能够管得了我的。你想要什么？说吧。真的？蓝草有些怀疑的将对面的男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。我骗你做什么？你这小丫头还不相信我？我又不知道你是谁，怎么知道你厉不厉害？你上次还抢我爷爷的小房子呢。蓝草也很纠结，他没感觉到这人的恶意，而且他应该是个厉害的，要不然他刚刚出现到自己身边，自己居然一点都没有发觉。你可以拿我给你的令牌，让你身边的人
认一下。男人早就将兰草身边的人和事了解个清楚。真的？那你能帮大叔找找他爹爹吗？啊，你大叔的爹爹？男人的目光里尽是惊讶。就在刚刚，他还在猜测眼前这丫头会提出什么要求呢？结果却不是为了自己。是呀，小草没有爹爹，一直把大叔当亲爹看，所以小草不希望大叔跟小草一样没有爹爹的陪伴。兰草的心里其实很忐忑，既然对方说让自己说出想要的东西，那他只想让大叔和他的爹爹团聚，只是不知道这种事情可不可以。看着有些小心翼翼的兰草，男人心里有些酸酸的，这和当年的自己何其相像。于是他打算再问一遍，要知道这次你献出的药方可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，这么大的功劳只换这么个要求，不觉得亏吗？不觉得，我希望能为大叔做些什么，他很苦。兰草是知道丰年身负血海深仇，也知道他一直想找到自己的父亲，之前因为丰收身体不好要守着他。我答应了。男人沉默了许久才答应了下来。这孩子是个知道感恩的，希望那丰家人是个识好歹的。真的可以？原本兰草只是想试试，说不定眼前这个妖孽一样贵气的男人就答应了呢，没想到还真的成了。他的声音一下子就欢快了不少，多一个人找，希望总会大一些的。当然，我骗你做什么呀？我上次给你的书都看了没有啊？学会了些什么？男人好笑地揪揪兰草头上的小包包，学会了酿酒，大家都说好喝，学会了给小木雕里加一个简单的机关，别的没有学。看着乖乖向自己汇报自己成就的小丫头，男人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，有种为人师的感觉，还挺不赖。慢慢学，不急，以后我再给你送些书来。今天你先把这个拿着，里面都是京城的一些吃食。兰草原本想要推拒的，但是一眼就扫到了布袋上绣着的那个扫把，便不自觉地伸手接了过来。顾不得看着散发着各种香味的布袋里装的什么，他一直盯着布袋上绣的扫把看，一只手也不自觉地摸了上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个你叫他爷爷的老头，小时候我也叫他爷爷。男人略有些怀念地望着远方，低声呢喃了一句啊。兰草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，还想再问一遍确认一下，结果下一秒整个人已经被提着衣领腾空而起，然后又轻轻地落地。回去吧，我有时间会去看你的。牌坊那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适合你看。马上就要行刑了，怎么就不让看了呢？兰草有些气恼地跺跺脚，直人招呼都不打，就把我从屋顶上提溜下来。回去，要不然就不给你大叔找爹了。男人挑挑眉，手里把玩着自己的扇子，似乎在等着兰草的选择。我回去。兰草丝毫不敢犹豫，立马做出了选择。他就算再喜欢看热闹，到底还是能分清轻重的。回去吧，有消息我会让人告诉你的，他会拿着一块跟你一样的青色玉牌找你。男人忍着笑，最后叮嘱了他一句，然后一个纵身就消失不见了。好，匆匆应了一声，然后赶紧回了暂住的院子。他可不敢在这事上面糊弄人，万一那人不给大叔找爹了怎么办？就算是他没有看到书上说的寡行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算遗憾，至少他干了一件对于丰家来说的大事，相信那个男人一定会有消息传来的。这边兰草再次穿梭在屋顶间往院子赶去，身后已经传来一声凄惨无比的叫声，吓得他差点一个不稳从屋顶上跌下去。吓死了，快回家！惊吓之下，兰草已经把迎风拂柳步运用到了极致，快速赶回去。丰年有些疑惑地接过玉牌，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这牌子哪来的？丰年的声音都有些嘶哑。大叔，你嗓子都哑了，快喝些水。哎呦，小祖宗哎，先别管什么嗓子不嗓子了，先说说是哪里来的这玉牌吧。眼前这小丫头从哪里弄来这个珍贵的玉牌？整个大周手里有这个牌子的不超过一把手，没想到她有生之年居然能见到。大叔先喝水，在我看来，再珍贵的玉牌也没有大叔的身体重要。这茶壶里的水可都是空间里的清泉水，不说包治百病吧，至少预防疫病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你这孩子！端起兰草刚刚倒的水，一口喝下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这么难得的牌子是哪里来的？这是以前在山上碰到的一个男子给我的，他还抢走了爷爷的房子。这个时候，兰草可不好说，那个男人抢走的是供奉爷爷石像的棚子。这牌子不是今天才得到的？不是呀，放在我身上好久了，今天就想问问大叔，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？兰草有些奇怪，就算这个牌子能卖很多钱，但是大叔也不用这么激动吧？什么？那人长什么样子？多大的年纪？丰年激动地往前走了一步，一脚踢到了刚刚坐的椅子，疼得他一时间龇牙咧嘴。年龄比大叔大一些，说不上来，很俊，像神仙。丰年听了兰草的形容之后，忽然似乎想到了什么人，又将那玉牌
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。大叔知道那人是谁了吗？那什么，我也不是很肯定，是京城人没错，很厉害。丰年这会儿怎么都不会相信，那样的人物怎么会跟一个山里的丫头有交集，还送给丫头一块玉牌。要知道，当年在京城，那些人为了争夺这么一块牌子，都闹出人命了。这个丫头真是个好命的呀！她真的很厉害吗？那当然，能送出这种玉牌的人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呀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这丫头，刚刚怎么没见你这么高兴？这是怎么了？快把这个收起来，别让人看到了，以后遇到麻烦事儿，这个还能用上呢。当然高兴了，那人答应帮大叔找爹爹了呢。既然他那么厉害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今天见到那个人了，他答应帮大叔找爹爹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大包从京城带来的好吃的，我这就去拿，顺便叫上小叔一起来吃。小叔，出来吃好吃的啦！兰草再次回到丰年房间的时候，发现他不知道是哭还是笑，眼眶通红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大叔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丰年赶紧搓了一把脸，招呼两人坐下。那人是不是提什么要求了？你答应他什么了？可不能瞒着我啊！没有啊，那人说我这次献药方做得很好，问我想要什么，别的我都不想要，只想帮大叔完成这个心愿，希望大叔能有爹爹疼。兰草一脸茫然，自己确实没有答应那人什么呀？大叔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真的没有答应？那当然，我是用献药方的功劳换的。大哥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献药方的功劳换什么了？小草答应别人什么了？这个丫头用献药方的功劳换取国师府的人帮我们找父亲的下落。丰年说着，眼睛又开始湿润。这可真是个傻孩子啊！国师府好像听先生说起过，在京城很厉害，将特别强势的摄政王府都压下去一头。丰盛之前在冯先生那里听过大周国师的名头，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。对，就是冯先生说的国师府。没想到他们的人今天居然出现在了桃花镇，还答应了小丫头的请求。丰年这会儿的心情无比复杂，他之前已经千方百计打听了许久，才得到一点点父亲的消息。结果等自己千辛万苦找过去的时候，人已经被带走了。没想到这傻丫头居然用那么大的功劳换了这个愿望。封家欠这小丫头的太多太多了。这丰盛感觉很震惊，没想到这还没有自己高的小丫头这么有能耐，居然跟京城国师府的人有联系。他一方面感激兰草做出这样的选择，用功劳换取查找自己父亲这件事，同时又替这丫头可惜了几分。如果把这次的奖赏用在他身上，那将会是怎样的风光？咱们封家欠这丫头的太多了。丰年拍拍丰盛的肩膀，既欣喜又难过。哎呀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等着好消息就成啦。兰草不喜欢这样的氛围，快来吃这些好吃的呀！大叔，快给我们介绍介绍，看看这跟你以前在京城吃的一样吗？好，听丫头的，尝尝京城的点心。丰年见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自己又格外担心父亲的现状，便也顺势应了下来。封家只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好好的补偿这小丫头了。这京城的点心就是比县城的好吃，以后我去京城了帮你们带。大叔吃这个，这些都是如意斋的点心，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个味儿。丫头尝尝这个。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直接跟丰年两人打了声招呼，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。不是让你看着小丫头吗？她什么时候溜出去的？还见到了国师府的人。大哥，小草太鬼机灵了，早上我一直守在他房间外面，肯定是从后窗偷溜出去的。丰盛这会儿暗骂自己蠢，被一只羊给牵制了。行了，别说这个了。他今天有没有受到惊吓？没有，牌坊那边传出惨叫声的时候，小草已经在家里了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在一起做功课。他十分肯定这一点，小丫头没有看到那些血腥的场面。你没有做好我交代的事情也是真的。那什么，大哥，如果国师府的人出面找父亲的话，会不会惊动咱家在京城的仇人啊？丰盛其实担心这个问题的，之前他可是听说过，当初大哥带着自己逃出京城时有多狼狈，一直被追杀到县城外面，大哥也变成了生死不知，那些人才退去。他怕这次又会将那些仇人给引来。放心吧，国师府的那些小丑轻易不敢得罪，说不定因为国师府的插手，父亲的处境反而会好上一些。丰年之前一直在京城生活，对于国师府的传闻知道的可是太多了，不管是嚣张跋扈的摄政王府，还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位，在国师跟前都得小心谨慎，就是得避着些国师府的人。更何况自己这10年来一直没有放松练武，再加上小丫头给自己的各种好东西，就算是现在对上之前追杀自己的人，那也是能轻易解决的。大哥心里有数就好。你那里有父亲的画像吗？我想看看父亲长得什么样子。回头给你画一幅，毕竟过去10年了，大概也只有4成像吧。
4成就4成。大哥画好了，我让小草替咱们保存着。你是该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，以后万一有哪一天我出事了，你就还是秦家大少爷，知道吗？首先要活着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大哥出了事，我怎么能一个人苟活？听我的，反正秦家族谱上你就是秦家大少爷，好好活着，封家就有一丝血脉在，听话。直到这时，丰盛才彻底明白，当初我回到封家时，大哥为什么会同意我的名字还在秦家的族谱上？虽然有秦老爷不舍的原因，更多的怕是大哥促成的吧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给我留一条退路吧。大哥说的没错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见到丰盛将自己的话听了进去，丰年的脸色才稍微好一些。那接下来说说你办事不力的惩罚吧。啊，这不是聊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又回到要罚我这件事情上来了？怎么，今天外面那个场面不适合你们这些小孩看到？我是不是提前说过让你看好人？但是那丫头都跑出去了，你都没有发觉，难道不该罚吗？丰年抬手在丰盛的脑门上轻戳了一下，这小子居然又被那鬼精灵丫头给唬了。大哥不要啊，那丫头又没有受到惊吓，怎么还要罚？那不行，咱们封家男儿说话一向算话。早上临出门的时候，我可是说过，如果小丫头跑出去了，就找你算账。丰盛见自家大哥是铁了心想收拾自己，一溜烟就跳出了房间。这个时候他要是再不跑，那肯定会挨揍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只是冲着屋外笑骂了一句，他也只是吓唬一下丰盛，怎么会真的揍他？此时的他内心是充满希望的，有了国师府的插手，相信很快就有自家父亲的消息。一时间丰年居然兴奋的有些睡不着，这一切真是多亏了兰草。也不知道郭小九现在怎么样了，我们都要离开桃花镇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兰草再次想到那个被自己救起的少年，说是想在附近几个镇子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爹娘的消息呢。他离开的时候，我说让他找完人之后不用再回桃花镇，直接回县城就行，只要问了县城的刘大人，指定能知道我们的消息。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他爹娘，但愿能找到吧。刚出发时，马车走得并不快，道路两边都是前来送行的桃花镇百姓。此时的他们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重生的笑容，手里还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塞给路中间离开的人，什么果子、蘑菇、花生、晒干的野菜、鸡蛋、核桃，五花八门。众人的心情都不错，一路上说说笑笑的，不时交换着吃刚刚收到的果子、核桃什么的。郭大爷，你可真行，居然有人给你送鸡蛋，我只收到了一把野菜和一把蘑菇。来顺无比羡慕地看着郭大爷手里的2个煮鸡蛋。郭大爷笑得一脸褶子，他没想到桃花镇的百姓居然会给他送鸡蛋，看样子是将之前郭大壮说的话放下了，要不然也不会给他鸡蛋。2个呢，分你1个。谢谢郭大爷。来顺开心地接过鸡蛋，当下开始扒皮吃起来。说着，郭大爷也开始给自己留下的鸡蛋扒皮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！忽然，来顺捂着肚子开始喊起疼来，紧接着他一个翻滚就从马车上摔了下去。来顺！就见刚刚还好好的郭大爷也捂着肚子倒了下去。齐大叔快来！齐大叔，有人病倒了！李老二，去查看车队其他人是不是安好。兰草直接从随身的布袋里取出一个竹筒，给郭大爷灌了一大口稀释过的健体液，希望能有用。兰草又赶紧给来顺喂了一口。他们中毒了，百应平安，去准备催吐的东西，要快！中毒了？什么？怎么会中毒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？这2人怎么会中毒？快查一下之前吃过什么，或者才接触过什么东西。这2人怎么会中毒？快查一下之前吃过什么，或者才接触过什么东西。丰年气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没想到这还没回到县城呢，居然又出事了。是。李老二赶紧在马车周围翻找开来。这是蛋壳，他们刚刚是不是吃了这个？我刚刚听到他们2个在说什么鸡蛋。对，我也听到他们在说鸡蛋。郭大爷还给了来顺一个。他们那个确实是吃鸡蛋中了毒，是用加了药的水煮出来的，所以才会中毒的。好在2人中的毒并不深，可以解的。啊，有人下毒？可是那鸡蛋是桃花镇的百姓送给郭大爷的呀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们还是想要郭大爷的命。不许救，让他烧吧！不许救！王老师拼命挣扎，不许这些人救活。冯将军，你让他们停手，别救了，烧吧，烧没了干净啊！你们不该救我的，我该死啊！让我死吧！那毒是我下的，郭老头，那毒是我下的呀！原来是你，果然是你，没想到吧？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
天天跟那老头在一起干活，知道我忍得多难受吗？我的家人全被郭大长害死了，我要把他的家人给送下去，让他们父子团聚。这一刻的王老石面目狰狞，眼睛里全是嗜血的疯狂。他们不是父子，我们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。面对这样一个固执的老实人，丰年暴躁地吼着：他早年在战场上伤了身子，不能有子嗣，所以一直没有成亲。族中见他可怜，就将无父无母的郭大壮过继给他。当时郭大壮已经是个半大小子，是族里人嫌狗厌的存在。两人打打闹闹的过了2年，郭大爷实在是管教不了他，这才在族人的见证下，又让他回了自己亲生父母的名下。接下来20多年，两人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，他们怎么就是你口里的父子了？那个郭大壮几次三番要弄死郭大爷，如果不是郭大爷命大，不知道都死几次了。那天郭大壮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你们这些蠢货上当，让你们把仇恨放到郭大爷身上。呵呵，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已经在你们的见证下被千刀万剐了，你这个蠢货居然还将那些话记在心里，对郭大爷下毒。这老实人气人的时候是真气人。周围其他人听了丰年讲完郭大爷和郭大壮的纠葛，也是唏嘘不已。这件事情还真是郭大壮故意诱导他们仇视郭大爷的。大部分人在郭大壮被千刀万剐之后，瘟疫病人被治好的时候，早已经放下了那事儿。我知道郭大爷是好人，但是我不甘心啊！就在这院子里，郭大壮他们闯进来，糟蹋了我婆娘和妹子，打死了我1双儿女，烧死了我染病的爹娘。我之所以能逃过一劫，完全是因为当时我在镇外的山上采药了。为什么？他郭大壮带人屠我全家，我却不能反击，只怕他千刀万剐了怎么够？怎么能解我的心头之恨呢？郭大爷是好人又怎么样？难道我爹娘、婆娘、妹子和1双儿女就不是好人了吗？我没错，我给那郭老头下毒有什么错？你们再怎么否认，他们两个总是有2年父子情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郭老头可是悄悄收走了郭大壮的骨灰，还埋在镇外的林子里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狠下心来给他下毒。请问冯将军，如果没有一点父子情，郭老头会去给那么大一个恶人埋骨灰？可惜啊，他做的一切都白费，那骨灰早就被我挖出来给扬了。他们就是父子，你们骗不了我，我要让他们父子也团聚。爹娘、草花、妹子、大牙、小宝，你们等等我，黄泉路上咱们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。烈火中，王老石看向院里几人的脸上露出解脱的笑，只听见被烧毁的房梁直接从上面掉下来，砸在那火人身上。刘婶，今天有没有郭小九的消息啊？今天大爷带着我们进城清扫，扫的正是郭家酒坊所有回春街。大爷心里也惦记着郭小九的事儿，就打发我和赵亮、王虎几个直奔酒坊那边过去。没想到我们过去的时候，郭小九正在赶伤，没有找到爹娘，这个家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就被一大群郭家众人给围了上来。嘿，小子还没死啊？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为首的一个黑色汉子恶声恶气地瞪着郭小九。这里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郭小九自从跟着蓝草之后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身体也比之前壮实许多，看起来比眼前这些灰头土脸的郭大家精神多了。小子，记住了，这酒坊是我家，你个狗东西敢私自闯进来，不要命了吗？不可能，这酒坊是我家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郭小九被气得涨红了脸，这人比之前掳走自己的那些叔伯可霸道多了。小子胆肥了，竟然敢顶嘴，给我打，教教这小子规矩。郭小九的背上已经被踹了2脚。住手！官爷，这不好好清扫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王虎眯眼环视四周，如刀般的眼神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官爷误会，我们只是回家看看，这就准备清扫一番。虎哥、亮哥，快救我！原本被人按在地上的郭小九一下子就听出了来人的声音，他激动的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。小九，你真的回来了？虎哥，他们想抢这酒坊，胆子不小，趁你百废待兴，你居然敢在这里闹事儿，还要抢这酒坊！来人，帮着送刘大人严惩，让那些想要闹事的人都看看。王虎看都没看，已经瑟瑟发抖的黑脸大汉直接让人把他们拉了下去。官爷，冤枉呀！这是我家的酒坊啊！官爷，这是冤枉啊！这是我们郭家的酒坊，我们真的只是回家而已嘛。哼，
成，你们拿着房契去见刘大人，这样他才能相信这是你家。而且县衙用了酒坊那么多烈酒，一定是认识酒坊主人的，你们不用着急，刘大人自会主持公道。王虎几人没有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让人把他们穿成一串送到刘大人面前。刘大人作为新任万县县令，当然很乐意用这几个人立下新秩序。虽然他不认识郭小九父子，但是县衙其他人还在，还是有不少人认识郭小九的。于是黑脸汉子一行人就被刘大人打了板子，还将他们的事情贴出了告示，广而告之。所以说郭家的酒坊还是郭小九的，他的那些叔伯都被打板子啦。兰草有些意犹未尽地反问刘婶儿：是啊，这都是经过了刘大人的手，那酒坊可是谁都抢不走了，郭家其他人想都不要想。那他今天会过来吗？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。兰草可还想着把房契还给他呢。城里这会儿还没清扫出来，估计要晚些时候就会过来。今天那孩子已经提了几次要谢姑娘和两位爷的恩情才行。刘婶对于这一点很是肯定，当时郭小九说过要来谢谢姑娘、二爷和王虎他们的。刘婶知道郭家那些是什么人吗？真的是郭小九的叔伯？姑娘可问着了，那些人根本就是已经出了五福的叔伯，说起来也就是一个称呼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要不然刘大人也不会重罚了他们。那郭小九的亲叔伯早就不在了，那人的脸可真大，就想这么大咧咧住进去。现在霸占了酒坊，以后还要去领县衙发的酒钱呢，算起来可有200-300两银子呢。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？领头的打了30大板，其他人挨了20大板，这会儿已经关进大牢。县城安定下来之后，还要游街示众呢。刘婶笑得一脸幸灾乐祸，这种人就该被狠狠教训一顿，看看能不能长记性。听到坏人被打得那么重，兰草心里也是开心的，至少以后没人敢轻易打那酒坊的主意了。是大爷他们回来了。郭小九也跟着众人一起回来，他直接来到兰草和丰盛面前，冲着两人就重重的跪下磕头，然后又冲着丰年磕了一个头。小九知道今天几位又救了小子一次，如果不是虎哥他们过去的及时，说不定酒坊真的就被那些人抢了去。小子在这里谢谢几位了。好了，起吧，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了。郭小九，今天的事情就过去了，你以后好好经营酒坊，有刘大人在，你那些所谓的叔伯不敢怎么样的。对，这房契你拿回去，以后好好酿酒。兰草直接将一直保存着的房契拿了出来，说不定他以后一辈子都不会来万县了。可是小子想拿这个当谢礼的，毕竟我现在只有这个了。这酒坊已经是自己最好的东西了，他想用这个答谢几位恩人。酒坊就算了，以后如果酿出好酒了，送我们2坛就行了。这房契我不能收。是啊，这可是你爹娘的心血，你要好好继承它，不能让你爹娘的心血就这样白流。爹娘，郭小九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他把附近几个镇子都走遍了，也没有找到爹娘的消息。那自己一定要守住爹娘留下的酒坊，只是感觉愧对几位恩人，毕竟他们可是救了自己2次。好了，别纠结了，以后好好酿酒，把这酒坊传下去。你爹娘知道了，也一定会很欣慰的。扑通，郭小九再次下跪，又冲着几人磕起头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3人手忙脚乱地将郭小九扶了起来。等着他们送走郭小九之后，丰盛直接打去兰草。你就没想着把那酒坊留下来？好歹你是会酿酒的。兰草直接白了丰盛一眼。就算是会酿酒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酿？以后还不知道会不会来万县呢，太远了。好啦，快回去睡觉，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啦。我怕你们一早就要离开，就过来送送。或许今天分开之后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面前这些人了。郭小九，你是不是有事？今天不是已经告过别了吗？这是我家地库里珍藏的最好的酒了，这是酿酒的方子，都送给你。啊，这酒我收了，方子你拿回去吧。自己是有酿酒方子的，怎么也不想要对方的方子。要知道，这可是郭小九以后赖以生存的根本。你收着吧，我走了，你要保重。郭小九并没有管兰草是不是犹豫，直接将几张方子塞到兰草的怀里，转身离开了。啊，郭小九，你等等！等我找到爹娘，再去找你报答救命之恩。隐约间，只传来郭小九越来越远的一句话：京城皇宫御书房，龙椅上的少年皇帝一脸笑意地看着下方坐着的妖孽男子。哼，这可是真的。你回京时专程去了万县？是啊，万县的瘟疫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百姓的生活也慢慢回归正常。如果兰草在的话，就会发现这个妖孽男人正是自己认识的神秘男子。哦，控制住了，这可太好了。是什么人找到的药方啊？摄政王有所不知，这一次献上那药方的可是清溪镇的一位大夫。
说起来也算是同乡了。妖孽男子脸上笑得温和，但是眼睛里的警告之意怎么都掩饰不去。国师大人的故乡还真是人杰地灵。摄政王过誉了，这大周的山川河流哪一处都有人才。国师根本不理摄政王的阴阳怪气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摄政王在，他怎么可能把小丫头的功劳全都安在那个和他同行的大夫身上？不就是怕那丫头过早被摄政王盯上吗？还是让小丫头安安生生长大吧。既然这个清溪镇的大夫这么厉害，那就让他进太医院好了。不过是一个小镇里的大夫，即便是献了治疗瘟疫的方子，那也是没资格直接进太医院的，也得经过从下到上的考验才行。这小皇帝越来越有主见了，居然敢自己做主了，难不成是想脱离我这个摄政王？小皇帝被摄政王那轻飘飘的一眼给弄得很是没脸。原本他只是想卖国师一个面子，谁曾想却触了摄政王的眉头，只能悻悻地闭了嘴。他这个皇帝当得别提多窝囊了。那齐大夫进太医院的事情倒是不急，摄政王不用为难，在民间一样为大周效力，照样为陛下解忧。国师现在一点都不想让齐大夫进太医院，太医院那些废物只会开些平安房，治不好人也坏不了事儿，进来做什么？胆战心惊的等死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他还不想让京城的人注意到那小丫头一行人，他们待在清溪镇挺好的。好，在民间照样为朕分忧。既然瘟疫一事已经结束，那本王就出宫了。小皇帝抿着唇，双目紧紧盯着摄政王离开的背影，双手死死抓着龙椅上的龙头，指节已经隐隐泛白。陛下，这是这一次外出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关于瘟疫的事情也在其中。赏，这上面的人都该赏。旁边坐着的国师并没有接小皇帝的话，他知道小皇帝现在的所有决定都会被摄政王推翻。赏不赏这些人，这还真做不了主。哎，这大周朝何时才能朕说了算呀？不知道小叔对我以前的生活知道多少。之前在镇上时，听蓝二叔说起过，我似乎不是蓝家大房的孩子，很有可能是蓝家三房的女儿。倒是听大哥说起过一些，知道你是东河村人，家里没有其他人了，具体的也不太清楚。你说的什么大房三房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的身世还真有隐情？风声不禁有些头大。以前是我和丰收被故意调换，难不成小草也是和别人报错了？今天在戏园子里见到那个女人了，她今天扯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少爷，她说那是她的亲生儿子。哪个女人？风声有些不明所以地问。他对于蓝家的事情知道的不多，因此蓝草说起那个女人的时候，他还是有些呆呆的。就是那个以前是我娘的女人，在离开蓝家之后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跟她再也没有一点关系。蓝草说着，拿起桌上的一个木雕，双手一使劲儿，那木雕直接碎了。傻丫头，生气也不能拿你辛辛苦苦雕出来的木雕出气啊！拍碎了你能不心疼吗？心疼。蓝草低头看看被自己弄坏的木雕，心疼的将其捡起来，打算把它拼接起来。这可是自己这2天根据戏台上的人物雕刻出来的，才刚刚成型就被自己一气之下给毁了。按你刚才说的意思，那女人真不是你娘？是啊，现在很明显了，那女人不是我娘，要不然当初也不会看着我天天挨打，更不会想方设法抹黑我的名声，最后竟然那么轻易就同意把我扔进山里自生自灭。再次提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蓝草越说越激动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小草不哭了啊！风声一边哄着蓝草，一边在心里将蓝家一家人骂了个遍。其实我不想哭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是不听话。小草现在有什么想法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想知道我的亲生爹娘是谁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换成了儿子？他们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被蓝家那样对待，会是个什么反应？你想回亲生父母的家？不想回去，我只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蓝草回答的极为干脆，或许是以前在蓝家那样的家给他的伤害太深，他还从来没想过要回亲生爹娘家里。现在的他更喜欢自由。好。丰盛暗暗地松了一口气，小丫头还愿意留在丰家，就挺好。接下来，丰盛又陪着蓝草说了一会儿话，直到把他逗笑了，才打算离开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都不能放过这个恶毒的女人。
没见刚刚小丫头哭得有多伤心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喊什么呀？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你们今天见到王氏那个恶毒的女人了，我们一定要给小草报仇。那丫头刚刚在屋里哭得可伤心了。什么？小丫头哭了，还哭得特别伤心？我就说嘛，之前不管是在戏园子还是在马车上，小丫头都有点闷闷的，没想到回到家居然还大哭了一场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可不是，还把心爱的木雕都给掰坏了呢，都怪那个王氏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哭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去。哎呀，大哥，她已经被我哄好了，这会儿怕是已经睡下了。我就是看不了小草那么伤心，你不知道她刚刚哭得有多可怜。如果她真的是被故意换掉的，那个王氏就该死。明白了，你想收拾那个王氏，我已经安排人去盯着王氏一行人了。不管以后那丫头是走是留，我们得先知道她的亲生爹娘是哪家的才行。万一以后她过得不好，咱们还能够找到她。原来大哥早有安排，那小弟就放心了。原来大哥已经开始行动了，那他们可查到什么了？小草的亲生爹娘是谁啊？李老二刚刚回来报信，王氏被带到城东姚家了。之前跟他在一起看戏的小少爷正是姚家小少爷姚成，其他的事情还在查，等李老二明早回来了再说。丰年并没有说太多，他现在也只知道王氏被人从戏园子带走之后，直接去了姚家，并没有被送去府衙。姚家？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？能确定那家人是小草的亲人吗？现在还不能够肯定，等消息吧。丰年并不打算说太多，主要是因为他现在对于姚家了解的并不多，只知道是个商户，在府城有许多商铺。这次万县瘟疫，他们家也是出了好几车药材和粮食的。哦，要是我有个大嫂就好了，那样小草就不会想着要娘了。老子哪里有功夫给你娶嫂子呀？之前忙着逃命，后来一心想把丰叔的病也治好，现在只想着报仇，然后看着你和小丫头长大。今天丰盛说起想要有个大嫂，自己的心立马就有些不淡定了，思绪也飘到京城那棵桃花树下的少女身上。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是不是已经成亲生子？忽然他有一种冲动，想要去客院找冯先生问问关于他的消息，可是又怕听到那些让自己心酸的事情。现在他对于自己那高高在上的仇人又多了一层恨意。当年就是因为那个人，父亲在西北回京途中失去了踪迹，自己原本定好的亲事也被对方退了。如果不是那一家子，自己早已经成家立业，说不定孩子都有小草这么大了。府城北门口，你们盯紧那辆车，那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昨天在姚家受了刑，他也被打断了2条腿，不过命还在，人也很精神。之前还听那人在马车里大喊大叫呢。王虎昨晚盯了一夜，对于马车里那人的情况很清楚。他可说了什么？姚家小少爷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？丰年现在只想知道姚家小少爷和自家小草的身份是不是弄错了。那女人一直说姚家小少爷是他生的，就算是被打断了腿也没有改口。看来是真的了。那个女人还说了些什么？他可以肯定，那个自私自利的王氏这个时候来府城肯定有所图。那女人好哄骗的小少爷跟他亲近，然后偷偷认下他这个亲娘，这样他就靠着小少爷暗中接济，在府城生活下去。哼，想得怪美。也不看姚家小少爷那个3头身的小娃娃能干什么，现在不尿床都已经是万幸了，还指望着他在府城中生活，简直就是笑话。又不是所有孩子都跟你家姑娘一样机灵能干，那女人怕不是还没睡醒吧？这女人还真是不知所谓，指望一个小萝卜头养活自己。谁说不是呢？那女人当时还扯着要见姚家当家人，不过被姚管家给撅了回去。哦，那姚家的当家人去见王氏没有啊？丰年的心已经跟着王虎的话提了起来，也不知道姚家人知道兰草是自家女儿会怎么样。说来也奇怪，起先姚家人是没打算见他的，也不知道他跟姚管家说了什么。姚家夫妇2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来见王氏了。他们见了都说了些什么？丰年的声音有些焦急，脸上是显而易见的紧张。哦，要说那姚家老爷还真是个狠人，见面之后二话不说就踹了那王氏2脚。可有提到另一个孩子？丰年现在可不关心王氏挨了几脚到底有多疼，他只关心自家小草会不会被抢走。王氏说，当年2人一起生产时，他和婆婆用儿子换了他家的女儿，这事儿也只有他们2个知道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让姚家后辈都帮衬家里一把。这王氏是怎么解释那个女娃的事啊？他想认回自己的儿子，势必要交代清楚那个女娃的事情，不是？他告诉2人，那孩子病死了，家里为了给那孩子治病，已经卖了倾家荡产了。病死了还倾家荡产了？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，把人家闺女弄死了还想要好处。丰年一脸嘲讽的低声叹了一句：谁说不是呢？那姚家主母也没多废话，直接甩了那女人一巴掌，丢下2个字就离开了。姚家主母还真是霸气，直接扔下2个字：活埋。丰年听了王虎的话也是一愣，他没想到姚家那个女儿这么厉害，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会这么干脆，直接要活埋了王氏，给自己女儿赔命。或许他不是为了那从来没见过的女儿，而是为姚家，为了他养了几年的儿子。所以说前面那辆马车出城是为了活埋王氏。是啊，等他们埋了咱们给挖出来，然后再埋了。老哥，你说成不？
前面的灰布马车很快就到了城外的乱葬岗，最后出来的是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王氏，他的模样看上去还真是凄惨，看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，一脸惊恐地看着正在挖坑的几人。他想朝几人求饶，但是嘴还被人堵着，只能发出呜呜的求饶声。我说二平哥，这女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呀？小少爷真的不是咱们姚家的？这事以后还是不要再议论了，不管这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，跟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关系，我们老实当差就行了。知道太多死得快。哎，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我娘可是在小少爷的院子里当差呢，万一小娘真的不是姚家血脉，那以后可真的就没有出头的那一天了。那小厮已经急得抓耳挠腮了，这可关系到他以后能不能娶到夫人院里的二等丫头的事情呢。先抛开少爷的血脉不说，单单少爷之前被人从院子里带出去这件事儿，那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不会有个好结果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小主子被人带走了，院子里当差的那些人还想要什么好前程？被发卖都是轻的啊！如果自己娘被发卖之后，他哪里还有什么优势？说不定也会被打发出去。老爷，想这么一会儿把王氏从土里挖出来干啥？咱们要打一顿吗？把人挖出来说什么呢？说小草跟着我活得很好。哎，大爷，依小的看，这事儿还是要告知姑娘一声。这王氏当初可是一心想害了姑娘，想要她的命。咱们也不知道姑娘是个什么想法，说不定姑娘现在有话想问王氏呢。他作为最早跟着丰年的人，对于兰草的情况可是再清楚不过，尤其是关于姑娘的身世，还是让王氏亲口跟姑娘说得好。那行，丰年摸索着下巴，你回去请姑娘过来，我们等她一会儿。记得让乡里给你家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们要让王氏看看你家姑娘离了兰家之后过得是如何富贵。是，大爷，小的这就去。活马？兰草有些惊讶，是姚家的速度好快，昨天抓到人，今天一早就要活马。李安说他们在哪里？在乱葬岗。两人来到乱葬岗的时候，姚家人刚刚离去，丰年已经指挥着赵亮几个人在挖土了。大爷，姑娘来了。大叔，我来了。丫头，大叔不知道你对于王氏是个什么样的想法，不过他现在已经被姚家人活埋了，我们这会儿把他挖出来，你想说什么就说。兰草再次听说王氏被活埋，还有些愣神，他下意识地伸着脖子去看赵亮几人正在挖的土坑。这个女人曾经还给自己扎过小辫，自从自己不小心弄伤了对方的胳膊之后，就再也不理自己。对于兰老婆子对自己的百般搓磨，从来都不管不问。丰年抬手摸摸她的脑袋，丫头别难过，以前的苦难已经过去了，你要让那个女人看看，现在的你是高攀不起的，她不值得你为她难过。兰草抬头迎上丰年担忧的目光，重重点点头。大叔，我不难过，只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家的孩子。早在他被扔进山里的那一天，就不再认兰家人了，更不要说最后执意赞同要送自己走的王氏。就在丰年和兰草说话的同时，赵亮几人也把奄奄一息的王氏从土坑里挖了出来。王氏嘴里的布条被人取掉之后，他立马大口大口开始呼吸起来。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，王氏这才眯着眼睛打量着眼前高高在上的精致女娃。同样，兰草站在坑边上低头俯视着王氏，只见王氏现在身上脸上有许多血污和泥土，脸色黑黄的可怕，整个人比之前在东河村的时候瘦了许多。是小仙子救了我们。王氏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女娃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富贵人家才能养出这样精致的人儿，就像天上的小仙子一样好看。兰草并没有回答王氏的话，而是捂着嘴笑了起来。这可真是嘲讽，我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居然认不出我来。想来他根本就没在意过我的长相吧。不是我救你的，我只是来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好好回答的话，我让家里的下人送到医馆去。兰草直接对着王氏胡说八道起来。你的声音……王氏有些疑惑的又将兰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，总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熟悉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。我的声音怎么了？兰草知道王氏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熟悉，只是还不确定而已。小仙子您问吧，我实话实说，只求小仙子救救我。王氏一听说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被送去医馆医治，哪里还有什么不答应的？姚家小少爷真的是你儿子？兰草现在就想知道自己的身世究竟是什么样的。真的，那确实是我亲生儿子。你儿子怎么会在姚家？姚家那个上门女婿是我家小叔子，当年他们回乡告别爹娘，在家里
住了几天，正好赶上跟我同一天生产，姚家急需一个儿子来传承香火，就用自己的女儿换走了我的儿子。王氏说话的时候，眼神稍微闪躲了一下。我怎么能在小仙子面前说承认是我故意换了孩子呢？不说实话，还是埋了吧。我没有说谎，真的是我那妯娌要求换走我的儿子的。哼，还敢狡辩！来人，填土！哎，别！我说，是我自己趁那妯娌没醒来的时候，和婆婆一起将孩子换了。王氏被丰年这一嗓子给吓得不轻，他再也不敢胡说，直接将实话说了出来。土坑旁边，兰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这次是真的确定了，我不是兰安庆和王氏的女儿，真好。你儿子的生辰是哪一天？兰草从来没有过生辰，因此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生辰是哪一天。之前总是见到兰园、兰浩生辰的时候吃煮鸡蛋，而自己从来没有这项待遇，以至于上次丰盛问起他的生辰时，他胡乱报了个和丰年相遇的日子，是3月初4。王氏见到丰年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，也不敢说谎。丰年听到兰草问出这样的问题，不免有些心疼。原来这丫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辰是哪一天，我还天真的以为和小丫头见面的那一天是她的生辰呢。之前我还在感叹两人真有缘分，哪成想这都是小丫头胡乱说的呀。他看向王氏的目光更加冰冷了。被你换走的那个孩子呢？他想看看现在的王氏到底老实不老实。那孩子病死了，我们家花了好多银子都没能将孩子救回来，可怜我们一家人财两空，我这才沦落到府城来。王氏依旧说着在姚家时的说辞，如果丰年和兰草不知道实情的话，还真的会被这女人那伤心欲绝的哭闹给骗到。哦，病死了？我怎么听村里人说你把他扔进深山里自生自灭了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什么扔进深山？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遥远的府城竟然有人知道自己一家的作为，这可让他一阵心惊胆战。不懂？那你好好看看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……眼前这小仙子长得玉雪可爱，衣着也华丽异常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姐才有的打扮。只是这孩子的眉目让他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很快，你是……王氏越发确定，眼前的小仙子正是自己那个如同小企儿一样的养女，一下子就扑了上来，想要抓住兰草仔细看。给我拿开你的脏手！我家姑娘是你这等恶毒之人可以碰的。一直注意这边动静的李老二一个箭步过去，直接踹在王氏身上，直接将人踹回坑里。是你怎么在这里？王氏一下子就认出了李老二，他之前在李家庄见过这个男人，当时对方还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怎么转眼就变成这威风凛凛的模样了？再伸手，小心老子剁了他！这也让他更加肯定，面前这个小仙子就是被自家扔进深山的死丫头，没错了。小草是你吗？我是娘啊，我是你娘啊！小草，我是娘啊，娘来看你了，你快救娘上去！小草，娘后悔了，好想你啊！王氏装模作样的抹了几滴眼泪，却发现坑边的3人全都没有动，尤其是被护在中间的丫头，面无表情的看着自己，她心头的火气立马就上来了。死丫头，还杵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快拉我上去！你现在翅膀硬了不是？敢不听我这个当娘的话了？快拉我上去！噗！丰年二话不说，直接往坑里扔了一铲子土，正好顺着王氏的脑袋砸了下去。我家姑娘也是你这个粗鄙妇人可以随意辱骂的，简直不要命了！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别埋我，别埋我！小草，快救救我！别埋我，我是你娘啊！王氏这会儿是真的怕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向着兰草求救。当初我求你们别扔了我，你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？兰草只是淡淡的反问了王氏一句：是啊，当初我是怎么说的？好像是第一个站出来赞同把这孩子扔掉的，现在又有什么脸在这里求救啊？可是他不甘心呐，他还没有靠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养活，怎么能就这样死了呢？小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让他们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呀！可怜我一把年纪跑到府城来找儿子，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求求你们
们放了我，我再也不出现在小草面前，这就回东河村再也不出来了。此时的王氏是真的后悔了，他从来没想到自己那个妯娌在家里居然说一不二，得知孩子被换又死掉之后，只留下2个字就离开了，这让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再跟他们讨价还价，就被活埋了。眼前这死丫头也是个没良心的，眼睁睁看着我被埋却无动于衷，也是个靠不住的。小儿子病死在来路上，现在只剩下还在东河村的大儿子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有没有继续读书啊？看来以后只能靠着大儿子兰园生活了。你还想回东河村？先出了这土坑再说吧。再说了，你回去干什么？你们兰家已经没人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兰家已经没人了？哎呦，我忘了，你不知道，你的大儿子被兰家老两口给卖了，你家那个老太婆被兰氏族人陈塘了，那老兰头啊瘫痪病死在了废弃的家里，还有你男人跟这个女人做起了人贩子的买卖，被杀了头。李老二幸灾乐祸地把兰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，这些都是王氏带着小儿子离开东河村之后发生的事情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离开之后家里会发生那么多事情，家里现在居然连1个人都没有了。不可能，老两口不是最疼小圆了吗？怎么会把他卖掉？我离开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小圆当时是犯了小错，只要被关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的，他以后还要读书，会有大出息的。王氏根本就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会是那样的一个结局，他还想回乡让儿子给自己养老呢。大出息，就凭他极力将自己的妹妹扔进深山，凭他试图将2房的孩子留在身上自生自灭，还是凭他小年纪将更小的孩子推进水里，要用救命之恩换取读书的机会，简直就是笑话。整个清溪镇还有谁不知道你那大儿子是什么德行，还先有大出息？又往王氏身上砸了2铲子土。不可能，你们这些恶人就会欺负我们家，这死丫头明明就不是我家的孩子，凭什么要一直养着她？把她送走到底哪里不对了？凭什么这事就坏了我儿子的名声？我家姑娘还真不是你这样的人家能高攀得起的，什么东西？丫头，我们回去吧，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，也安心了。好。兰草现在知道了自己不是王氏的女儿，便转身跟着丰年一块离开。至于王氏的死活，他还真的不关心。不要，小草，娘错了，快救救娘啊！救命啊！小草，快救救我！兰草进屋之后也没有停留，直接进了空间。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觉得是最安全私密的。为以前在兰家的胆战心惊、小心翼翼、谨小慎微，也为离开兰家后这一路的艰辛付出、摸爬滚打，他眼泪依旧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要知道，那些苦难原本就不该自己受，他本该在姚家锦衣玉食的长大，却因为王氏和兰老婆子的私心作祟，让他自小生活在那样压抑的环境中。他一遍又一遍在空间里的草地上挥舞着鞭子，宣泄着心里的委屈。直到再也挥不动鞭子，整个人仰躺在草地上，呜呜大哭起来。你还想着曹家的五姑娘？你别胡说啊！我没有想她，你别坏了人家的名声。哎呦，哎呀，怕不是被我猜着了吧？你到底找我有事没事啊？没事，我走了。这个姓冯的眼睛太毒，嘴也毒，得远离，要不然我心里的小秘密是真的保不住了。别呀，我是真的有正事找你，我有关于曹家五姑娘的消息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？他这会儿猜到丰年醉酒的原因，害怕小丫头离开丰家只是其中一部分，恐怕想起曹家姑娘才是根本原因。丰年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冯先生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先生，你们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离开了。冯家那些人还在满大街的找咱们呢，我们也该出去露露面了。是，先生，小的这就去收拾行李。该怎么告诉丰年关于曹家姑娘的事？他离京之前还听到过那姑娘的消息，据说跟家里闹得很不愉快。看样子丰年还在惦记人家，不妨将他的消息告诉自己那老朋友一声。姚家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回大爷，姚家那边已经安排人准备回东河村调查情况了，让他们去吧，去看看小丫头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丰年根本就不怕姚家人去东河村调查，只是不知道姚家这对夫妇会不会心疼小丫头。那他们要带姑娘回姚家怎么办呢？他从心里舍不得兰草回什么姚家，这个以后让小丫头自己选择，她想回去就送她回去。丰收不是一样回了秦家吗？丰年嘴上说的云淡风轻，但是眼睛里的不舍却是怎么也骗不了李老二的。